手机刷到半夜3点也不睡觉，不用自责，因为5亿年前的那条虫子它也是这样，就因为多看了一眼，它就多活了一天。我们是一样的懒惰，一样的拖延、焦虑、逃避，对吧？这是因为我们身上装着一样的程序啊，它运行着5亿年来的智能遗产。这套程序驱动着我们的肉体。这个程序怎么来的呢？说到开端，来自我们共同的祖先，5亿年前的一条虫子。咱们每天1多半的时间都在替这条虫子，或者说这条鱼、蜥蜴、老鼠、猴子在做他们没有做完不对应该说在替他们做他们还没有做够的事情。咱们作为理性的第一代物种，这个在科技社会的环境下生存，脑子里一半是新装的教育，还有一半就是树大根深的远古记忆，所以人感觉到很拉扯，很焦虑，这是很正常的。看完这个视频就好多了。如果回溯智能进化的来时路，你会撞见每一个情绪的由来。但了解这个事情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不论干什么，实惠最重要，这也是我们的远古记忆。在老祖宗还是条虫子的时候他就已经会权衡利弊了。虽然他那个小体格10条落在一起都没有头发丝处，但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能算账了这个事儿有没有好处，风险大不大，划不划算，我们先不剧透，切回正题。说回到这个回看智能史有什么好处呢？有2样。第一个好处是，你如果知道脑子是怎么来的，你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和特性，你肯定就能把脑子用得更好，对吧？反过来说，你好比一个英雄什么被动都不知道，就像狗头不知道叠 Q， 狮子狗不知道进草，你光靠疯狂操作是没有效果的呀。第二个好处是，很多事情你就看开了，很多小脾气、小暴躁及影响就小多了，你心态就稳健一些。总而言之，这是个大视角。那看完智能演化的路线图以后，你一方面就能理解自己的动物性，也能理解别人了。那另一方面，这个机器和人工智能的未来，你就有自己的判断了。大家好，我是影子猪，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套有意思的东西。聊这个，你肯定就要牵扯到进化论。那牵扯到进化论的争议就向来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进化论不玄幻不浪漫，那上帝和阿努纳奇的粉丝他都不同意我们是天外来客，我们是神仙造物。你看一听，哎呦，多么高贵，多么神秘，靠，我们怎么可能是虫子进化来的呢？不能接受，他们接受不了。为了避免纷争，所以我要引一下出处。这个片子1多半的观点来自《智能简史》这本书，1少半的观点是个人私货，你反对的观点出自书里，所以不关我事儿这本书是什么来头呢？它是一个叫麦克斯班尼特的人写的这个货原来在高盛上班，后来搞了2家做 AI 的公司 Blueclaw 和 Albi市值都做到10亿美元以上，然后被收购了，就成了土豪。他也投资，因为他要做 AI 这方面的生意，他就想看一本智能进化的书想看看路线图，找找规律，发现找不到，他就自己写了一本，就是这个。说到智能的开端咱们老百姓一般都觉得要从原始人论起，对吧？比如什么社恐了呀，部落时代如何如何，再不济就是猴子论起，或者虫子论起，就已经很惊悚了，很多人都接受不了了。但是我们要看到智能的底子要更极端一点，从原子论起，从质子论起。肯定有人觉得很难理解，是吧？那原子它都不是生命它连有机物都不算，它怎么能和智能扯上关系呢？它真能扯上关系，因为它有最简单的行为逻辑。要知道，进化可不是生物的专利在生命出现之前整整100亿年，那颗质子在宇宙初开时只是想吸住一个电子而已，就这样就开启了进化之路。这怎么讲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宇宙炸了，
炸得稀碎，碎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时候连分子都没有，连原子都没有，漫天都是质子在虚空中漂浮啊游荡。我们扫一下盲啊，啥是质子呢？所谓质子就是比原子还要小一个级别的颗粒，是原子里面的零件。三体小说里面说，三体人向地球发射了一颗用来干扰地球科技的粒子，因为要加速到光速，必须用一个非常小的粒子。为了描述它非常小，就说它是质子。可就是这种小小的质子是怎么组装出世间万物的啊？它还组装了一个你，组装了一台手机，然后用它组装的你正在刷着它组装的手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只有一招啊！这个质子就靠一个抓手就组装出了全世界。这个抓手就叫做电荷。这个质子通过自带的正电荷，就像一个钩子一样，碰运气，遇到一个负电荷的电子正在溜达，啪，吸住了，合体，氢原子出现了。这时候还能看到恒星炸出来的很多东西啊，有6对质子电子的碳原子，有79对的黄金原子。难道说恒星的压力才是长大的关键吗？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它碰到了个绿色的大块头，氯原子，啪，被吸住了，被合体了，这就变成了盐酸，分子出来了，遇到了氢氧化钠，啪，同归于尽了，然后飞出去俩孩子，水和盐，这个叫中和。粒子不停地合体、拆散、重组，这是在忙什么呢？在忙着抽奖，忙着变异。这个粒子进化的路线就像磁铁一样，除了另外一极的电荷以外，它什么都看不见，也不与其他任何东西来往。全世界的眼睛里面只有你，它非常的专注，所以非常的有效。粒子这种行为呢，叫做感应，通过电荷连接或者合体，长大或者变异，就完成了阶级跨越，就变得越来越复杂。那生物和生命体呢，就完整的继承了这套策略。生物不是继承了粒子的聪明，而是继承了它的盲区，因为大千世界的太复杂了，没有脑子能记得住那么多东西。他只要认识一个东西，只要这个东西能让它活着，能让它长大，就足够了。比如青蛙和蟾蜍只能看到能动的东西所以它对飞虫的敏感度很高。那狼蛛呢，平常只能看到猎物，但发情的时候就会露出来另外的眼睛，就只能看到美女。所以能看的东西少，它就不需要分辨，不需要判断了。比如那个纳瓦尔说，这个人只要关注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才容易进化，也是这个道理。但原子怎么碰就碰出了生命呢？ 1.0 版本的生物是怎么进化的呢？叫做小概率的意外，实际上是一种必然。要破案就得先回到40亿年前那口锅跟前40亿年前，地球海底的火山口，这个岩浆不停地把水烧开，开水上涌，然后撞击核苷酸，分子不断地连接合体，有一些就长成了长链分子，这就是早期的这个 DNA 雏形嘛。后来一种脂质泡，就和洗手液起泡的原理差不多，就刚好包裹住了这个长链分子，蛋白质就开始折叠构建了，开启了自我复制的功能。这是生命 1.0， 单细胞生物就诞生了。这里要注意一旦成了生命，那游戏规则就变了，和原来的原子、分子、质子那就大不一样了。原子分子只要吸住就行，它靠的是电磁的吸力但生命不行呀。生命要维持，要活着就得吃饭呀，同时还要躲避危险。要做到这个事情，就必须得能判断好坏。你比方说单细胞的衣藻、蓝藻它们靠吸收阳光的能量活着，它们的细胞膜就发展出了趋光性。这个细胞膜的蛋白被阳光照到之后会起反应，这个功能发展到后来，这个专业度提高之后就是眼睛，这个是趋利，找饭吃。避害呢，比如厌氧单细胞，这个氧气对于它来说是有毒的，如果它碰到一个氧气气泡，它的细胞膜就会氧化，让它很不舒服。你会发现这些单细胞它会不断游移，最终远离这个氧气泡它没有眼睛，没有器官，没有神经，也没有脑子，它就能做到这件事情。这个叫做动区反应，也叫做避害。
我觉得这就是贪婪和恐惧最早期的雏形。但是光晒太阳这怎么能行呢？慢慢的一些单细胞生物就变异了，有了吞噬其他生物的能力，像草履虫、变形虫就开始吃肉了。那吃肉的营养又是晒太阳的几十倍，发育进化的速度就快起来了。那多细胞的线虫终于出现了。这么多生物，那线虫能够单开一页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对称进化的开山鼻祖。首先是它把自己的嘴和屁股分开了这个不是一件小事啊。你想这样它就不用边吃边吐了，它可以边吃边拉，这干饭的效率就提高了呀。同时你别看一个小小的线虫只有几百1000个细胞，但是它已经有简单的神经系统了虽然只有区300个神经元这和人脑的860亿神经元肯定不能比，就这么小一个脑袋，但是出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能力，让你觉得不可思议。什么能力呢？权衡利弊的能力这个事儿很多人都做不好。虫子是怎么做的？在实验中，一个线虫面前放了一个铜片，然后后面放着食物。这个线虫接触铜金属对于它来说是有毒的，是有危险的，那要看它怎么选。发现它的策略竟然会调整，如果食物的气味更浓，铜片气味小，那它就愿意穿过去。如果食物的味道淡，铜片太大，它就不会过去。或者如果铜片的味道太大，不管后面多少吃的，它也绝对不会过去这叫什么？这叫效价，叫怎么做更划算，风险收益比的雏形就有了。有了头以后，那另一项能力也解锁了，就是可以开始自主行动了。以前单细胞生物吃饭是守株待兔，随缘吃饭，就在那儿等着，变成后来主动觅食。这个导航呢，就靠的是还是那2个信号，食物的信号前进，危险的信号跑路。如果都有的话，就要权衡利弊，看要不要赌要看赔率。咱们人类的情绪面板在这个小脑袋里面就已经孵化出来了。这线虫演化出来了检测坏东西信号的神经元，比如说高温、强光或者有毒的物质，一旦感受到就会产生反感的反应，远离。这个感觉你很熟，就像见到蜘蛛、腐败的垃圾、蛇、老鼠，你会有很恶心的感觉，这是一种不用思考的快速判断这个是厌恶。那当线虫处于不确定的危险环境里，或者说是闻到了捕食者的味道，它哪怕还没有看到，就会进入一种亢奋紧张的状态，它的活动会非常的频繁，准备随时逃掉。这就像考试前的焦虑，或者像信用卡账单日临近这种焦虑。当线虫吃饱了、生病了，或者感觉到压力了，它就会变得消沉，进入节能模式。今天的人类感觉到压抑、抑郁了，不想出门，不想做事，也是这种感觉到情况不妙，那么就先保存体力，先休息的生存策略，这是抑郁。这就是第一波进化我们具备了好恶，世界分成了2类，主动靠近或者逃避危险，从随波逐流随缘吃饭变成了主动选择了。但这有个问题当你感觉到危险和诱惑出现了以后，你再有反应，有的时候就太迟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这一波进化就复杂了，它涉及到好几个情绪：恐惧、期待、失望、好奇，它们都来自于5亿年前一条鱼脑子里面的时光机。这鱼脑子里的时光机后来被偷走了，装进了人工智能的训练模型。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让 AlphaZero 拿下了国际象棋冠军，让 AlphaGo 拿下了围棋冠军。为什么一条鱼的过滤机制调教出来的模型能够终结掉理事时？要想明白这个原理，我们把时间回退到5亿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季节这一段我们的祖先已经变成了鱼。来看看它的生存环境海洋地形复杂，珊瑚、礁石、峡谷、石头缝猎物呢也不简单，可不是蓝藻了，躺在那儿不动就让你吃自助餐。这时候食物是机灵的小鱼小虾，而且危机四伏，你是更大的鱼的食物。那在这种局面，
要吃上饭，还要不被吃，等看见危险和食物，往往就晚了。那预判就是这波进化的版本答案。那什么是预判呢？就是记忆加上情绪。比如恐惧，那上次在黑礁石附近被大鱼蹲过，下次他再看到黑礁石，大鱼还没有出现，这个恐惧感就已经上来了。就像你在游戏里面对草丛的恐惧一样，被抓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了，如果没有视野，就要绕着草走了这都是远古经验。期待等饿了再四处溜达觅食，这样很容易饿死。要知道资源是有固定的刷新点的，记住鱼虾常出没的地方有的放矢，肯定要远胜大海捞针，对不对？那资源点逛完，消耗少还吃得多，所以这就要记住上次在青礁石附近吃了很多虾，等下一次饿了还没吃到食物，就想到这块石头的时候，那多巴胺就开始分泌了，这就是情绪开始的引导。那失望冲过去之后发现青石头附近毛都没有一根，你预判失败了，这个多巴胺会骤降，产生失望失落的感觉，目的是要让你形成记忆，让你下次不要这样判断，再浪费体力了。那好奇是引导你探索新地图，那新图我们都知道有风险，为什么还要探索呢？因为很可能会找到新的资源刷新点。那顺路的溜达逛街是体力的盲盒你看到一个洞穴，多巴胺分泌一点，产生好奇，等找到吃的，那就是固定餐点，这阵吃饭就不发愁了，那毛都没有，排除了这片区域。所以鱼的这个行动轨迹是像巡逻一样，顺路走到哪儿四处看看，这多耗不了多少体力，但是中奖了以后它赔率高呀，小投资大回报，这就是好奇的作用。你发现了没有？如果你把上一波的单细胞线虫和这条鱼摆在一起，那比较一下，那前者的行动逻辑是活在当下的，它是实时的。那氧气烫到我了，我躲；闻到食物的味道了，我冲。那鱼的情绪呢，是回忆过去，想象未来，事情还没有发生，它的情绪已经先到了。这就是时光机的威力，总结经验，预判未来，就可以增加存活的概率。如果没有这个存档读档在预判的功能的这个鱼，既吃不记打，每次都要脸探草丛，肉身探路，那到最后肯定就死绝了，就淘汰了。这套预判机制被谁操走了呢？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理查德·萨顿，他根据这个机制发明了时差算法，改变了 AI 的奖励规则。原来的 AI 是做对了才给激励，那是单细胞的算法。时差算法它不一样，它预判对了每一步，每走一步就要评分、奖励或者惩罚。为什么要拆开呢？你想就像下棋这种长练反馈的事情，最后一刻的输赢你根本不知道是哪一步做对的。就像鱼每一次预判都伴随着期待和失落一样，你要按照这个思路一路升级，那就有了 AlphaZero 和 AlphaGo。这种时光机传承到人身上以后是什么效果呢？那经历挫折了之后就要逃避，就要半途而废。预期到好事将近，钱还没到账就嗨得不行。那现实碰壁之后，又会失望失落，转向 emo。所以这个不是人的弱点，是人的底色。早先是以保存能量、保存卡路里为目的，刻在基因里精打细算的算法。但是基因它没有办法判断呀，在短短几十年后，你就不为能量发愁了，甚至要专门去减肥，也没有掠食者来吃掉你了。这旧版本的策略呢，就成了新版本的毛病。那不论好坏，发展还在继续。原始版本有了感应，第一波呢有了好坏的区分，第二波呢有了时空穿梭、记忆和预判。那第三波这个技能点该往哪里点呢？不是预判，而是预演和模拟。谋定而后动，知止而后有得。这句话耗子懂得很早，那有多早呢？在2.6亿年前，恐龙制霸的版本，我们的祖先上岸了。这只长得像老鼠的小兽叫做图奇不对，是叫做犬齿兽。
这个版本外面的世界好危险，只能打洞活在地下，晚上出门。那么他活下来的底牌是什么呢？他脑子里面长出了新皮质。那这层皮能干嘛呢？2个字儿，预演模拟。那行动之前，我脑子里面先排练一遍，再决定干不干。你看那美军天天搞这个战争模拟的沙盘，他就要看看能不能打赢，能打赢他就干，打不赢他就要谈，是一个意思。如果说鱼看到礁石害怕，然后绕路，这是什么呢？这是读档、回忆、联想。那么耗子看到岔路，他会停在那里左右看很久。农村生活过的观众应该见得多了，他停在那儿在干什么呢？在脑子里演习啊。如果我往左边走，那猫出来毒死我挂了。那如果我往右边跑，右边岔路还有个洞我遇到偷袭我可以躲进去。这个功能是很高级的这个老鼠线模拟演习择优行动，这个耗子的想象力是非常牛的。今天来看好像觉得这个东西一文不值，实则精神模拟能力是我们学习能力和精神生活的奠基。要知道这个能力和鱼可大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我们经历过记忆在读档，而是可以演绎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个功能可以让你在安全的环境下、情境下去试错。所以耗子不光能记住自己被追杀的经历，还会在回忆中模拟，如果当初我没有走这条路，会不会更安全？倘若那天如果当初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你还会不会踹我？这就是耗子的 skill 正在发力这可不是读档兄弟，这叫演绎。那同期呢，恐龙这种莽夫，大个头小脑子，靠本能干架，所以莽夫被淘汰了。哺乳动物呢，在干之前在哪儿蹲，在哪儿偷袭，往哪儿跑，一连串的计划都生成好了，所以哺乳动物传承下来了。这是开玩笑的主要是因为体格小，苟得住。自然界的淘汰赛看的不全是脑子，还有运气。但不论如何，哺乳动物留下来了。这个算法的遗产，今天无时无刻不在你的脑子里面运转。你吵个架，半夜想透了拍大腿，哎呀，我要是这么讲就对了。你还可以拆碎了你的经验，重新组合，写成了诗，做成了曲，拍成了视频和电影。那如果只有记忆，你就做不出新的东西。工作招新要辞职还是苟着？你会预演未来的生存样态的。存款可以撑多久？我的生活标准会降低成什么程度？同时呢，享受精神生活也是这个东西你看吃播，看电影，看爱情片、动作片，看小说，你会哭，你会硬，你会看到别人很惨，会设身处地的感受，你会同情，会共情。同时呢，还让你有了追逐长期目标的能力加班学习是因为你预演了未来的目标，为了未来成为中流砥柱，走向人生巅峰。你节食减肥健身，因为你预想到了肥皂块的腹肌光起膀子撩起肚皮，异性哇哦哇塞的快感。用模拟远期目标来抵抗短期的诱惑，这虽然很困难，但是没有办法，这只能这么干。这招呢也被 AI 学去了。OpenAI O1 和 DeepSeek R1，那作为推理模型，它每一次生成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它在预演，它会吐出几个字之后再吃回去，就是在模拟效果进行预演评估，对效果评估之后再调整输出，这就是系统2的思维。好，第一波好恶，第2波预测，第3波模拟。那么第4波的技能点是什么呢？少侠，听说过心灵模拟器没有？3波走完以后，你已经可以想象和泰森单挑的后果了。那么第4波，你可以想象到泰森被你挑衅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你了？再比如，我给他发信息，他会不会觉得我是舔狗打扰他会不会让他觉得很烦从模拟想象事情怎么发展，到我会去想你会怎么想。这个技能有什么用呢？这是忽悠能力的萌芽吗？对的。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回退到300万年前就可以了。我们的祖先有点人样了，
南方古猿。那么大脑的前额叶，就是你的背头，你的大脑门子开始急剧扩张，搞政治的硬件出来了，兄台，单路对线就可以变成组队打团了。怎么协调呢？就靠这个东西。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个玩意儿的话，你在我眼前哭，我听到了你的声音，看到了你的表情，在情感上我会被你感染，因为我模拟了你的情绪，我也会感觉到难过，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会联想到为啥呀？他刚才被老板骂了，那我该安慰他还是应该给他空间？那他为什么会在我面前哭呢？搞不好肯定对我有意思，想连接了。那为什么会让我滚不让别人滚呢？肯定是害羞了。从此你在脑子里面模拟了一个他的心灵空间，在这里你永远不会输，永远阿 Q 赢学不朽。这个功能呢是打团的关键。我的队友为啥不上呢？明白了，是射程不够，那要再等一等。他去左边包抄一只鹿，那么我往右边堵住他，这是不需要讨论的。我们把这种心照不宣想到一起去了，叫做默契。你在上路对线，野爹在草，就是不上，那你马上就 get 到了我得先骗对方技能。于是你假装脑残，技能乱放，被打掉了半管血，而对方开始闪现追你，打野出来把他锤死。那在这一波里面，你预判了几次别人的想法呢？答案是2次。第一次是对手，1次是你的队友。这个能力的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忽悠你能猜到别人怎么想，就可以利用这个来骗人。比如老头老太太都觉得上报纸就代表效果是真的，那保健品就出钱，上报纸上电视呗。你相信什么，我就做一个壳子，包藏祸心巧克力炸弹或者特洛伊木马。那么接下来更可怕的衍生功能出来了，叫构建文化。那想象的共同体，有理的时代就来了。当一大群人可以共享一个心灵世界的时候，大家可以相信同一个故事，即便这个东西它本身不存在宗教、自由、民主、平等、契约、道德、法律。那文化让种群突破了邓巴数的限制，可以超大种群协作，那么部落、城邦、国家就出现了。世人慌张，为了碎银几两，货币出现了。把投射在看不见的神身上，华丽的神殿庙宇也出现了。所以这个版本最强的玩家不是靠体力的强者，而是会写故事的人，传播思想的人。那怎么散播呢？那么讲学，做游吟诗人，收徒，所以语言就变得复杂了。但你们有没有觉得光靠嘴逼逼、口口相传，这传播的效率也太低了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第5波进化就来了。如果说第4波突破是强化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能力，那么我们具备了理解别人的想法、他的意图、动机、情感、目的的能力。那么第5波突破就是理解世界运行规则的能力。什么意思呢？我们回到5000年前，为了让你相信世界上有鬼，我的语言通过声音在你脑子里面进行渲染绘图。我的声音的射程有限，那么我的思想会在传播中形变。我如何影响万里以外的人也植入一样的信念呢？几百年后的脑子里面也要植入进去。怎么做到呢？文字记录了经验，那么技能传承从长链分子 DNA 的古法传承就变成了人造的文字。那么文字符号出现了，那文字呢就让短暂易逝的声音变成了永恒的媒介，这样后人也可以直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化，叠罗汉搭人梯。那这样一搞，文明和科技的进步，那可不就进入了光速滚雪球的阶段吗？在这个阶段，文字最早是作为人的工具，成为思维的基因链出现的。而这个工具一旦生成了，它就会反过来塑造人的思想。它的副产品就是抽象思考的功能出来了。什么叫抽象思考？就是思考一个异性是否漂亮，你能从头发、从腿、从脚、从人格、从肤色，这些地方分开思考了。当一个整体被你拆成了属性，那么这个世界就被你拆开看待了，这就叫抽象思考。有了抽象思考的功能，你就有了溯因和分析的功能。从问起是什么
第一次转向问出了为什么。这就在寻找世界的规则了。终于你看到规则了，把握到了规律，你拥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做了什么呢？石器时代，你从寻找合适的石头变成了自己制造石器。为什么能制造？因为你懂得什么叫硬度，什么叫锐度，甚至包括什么形状是趁手的，力学，掌握了植物的规则，农业种植开启，浇水、施肥、赶鸟、除草、收获，大自然就不再养育你了，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有了劳动剩余生产工具，有了财产有多少，那怎么算？就有了数学。那要分配土地，长的、短的、尖的、扁的，什么形状都有，怎么算面积？就有了几何学。等掌控了火的规则，那烧制陶器、冶铁、开荒、制造武器、发动战争，部落、城邦、国家就出来了。再到后面万有引力、牛顿力学，对力的规则掌控，开启了机械的工业时代。那特斯拉对电的规则，开启了电磁时代。那爱因斯坦相对论对抽象的推演，开启了核能的时代。这第5个阶段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只是短短几千年而已。为什么智能的进化会越来越快？是指数级别的变化。看这套智能系统的图鉴，就5张卡片。第1张好恶，感受当下；第2张预测，穿梭时空；第3章模拟，活在想象；第4章心灵模拟，读心术；第5章世界规则，叫科学创世。为什么变化的这么快？语言和文字，人类用语言文字积累了几千年的知识，它成了肥料，孕育着第6波的进化，硅基生命。第6波进化存在吗？这个不知道，但是我们正在创造硅基生命。让我想起了个地狱笑话，这个人制造 AI 之后，总是不停地问 AI， 有上帝吗？有上帝吗？有上帝吗？直到有一天他开口说，现在有了。上帝并不是夸张的称呼，要知道人脑的速度慢于机器100万倍，那碳基生命的记忆也有限，而且只能单向运行。你这一次只能思考一件事情，那在硅基生命面前，人的思考速度好比植物生长的速度一样缓慢。那6次突破的风险在于，人类在制造一个完全超越自己的存在。生物总是傲慢地觉得自己是特殊的存在。从智能的演化史上看，从生物的细胞膜是电子的物理反应，没有很高明。从人的神经元860亿肉的电路板，传递信息依然靠的是生物电的二进制。那 AI 是智能的第6步，还是结合人类的 AI 是第6步？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是按照智能演化史来看， AI 是空降的智能，它是个残废，它空降在人类的语言文字当中，跳过了前面几个步骤，导致它经常会过拟合，在逻辑圈里面鬼打墙，和现实不搭嘎。它和物理世界虽然说是隔断的，但是它如果接通视觉系统，通过设备接通了物理系统，触觉、嗅觉、味觉是设备和传感器的问题。这是一旦拼图完整了，它会不会回头告诉你，哥们儿，听说你在找上帝，现在有了。但这些就不是我们能操心的了。我们能操心的就是通过智能演化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有2方面启示，一方面是修复 bug。我们的前脑门里面装着文明的孵化器，头顶和后脑是5亿年的智能遗产。当版本巨变之后呢，旧的方法成了新的 bug。那么我们看看有哪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克服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恐惧情绪。在进化史当中，死亡如风，常伴无声，所以恐惧的情绪是如此的强烈。那现代面对的，不管是贷款、失业、倒闭、失恋、被孤立还是排挤，这些都是不会死人的，都是可以重来的，命还在。所以我们恐惧的是远古的反应机制，它不是结局。第2个是好奇心的劫持。那好奇心是最早探索这个食物的激励机制，我们说过了。
目前已经被短视频、游戏、购物软件给劫持了。你的脑子认为刷手机比看书重要，则非常的正常。因为生物的学习路径，它向来都是最短距离的路径优先。你与其自责来惩罚自己，还不如你自己重新设计个路径，让玩这些东西变得麻烦。比如说用完就卸掉。那第三个是失落和抑郁。那在远古，犯错可能就意味着死亡。你被逮住、砍了，或者吃了毒蘑菇，出这种失误你就记了。所以你的脑子把犯错和死亡绑在一起，一旦情况不利，它就让你消沉。那在现代社会呢？犯错不是风险，不动才是风险。赢家不是不出错的人，而是试错频率最快的人，迭代速度最快的人。但是在生物性这个方面，犯错这个方面是非常的顽固。毕竟生死之地啊，在你的基因或者神经里面，算法权重是很大的，所以克服起来很困难。但是你知道之后呢，至少可以和自己和解。这不是你的错，你要原谅自己和大家一样的故障。第五个呢是寻求认同、归属感的饥渴。那作为群居动物，被部落驱逐被孤立，这种危机感、不被认可、被排挤的危机感、恐惧感，肯定是深入骨髓的。但现代这个已经非常扯淡了，此处不留爷，柳暗花明又一村。现代是开放游戏，但是被排挤的恐惧依然是深入骨髓的，不是因为它的后果真的有多么可怕，也是传承的记忆烙印。没脸没皮，你才不会自缚手脚，生命的可能性才能尽情的绽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羡慕卡戴珊、什么卡爷、特朗普这样的人，算是把关你屁事玩到了极致，所以慢慢克服吧。第六个 bug 是无法建模的焦虑。那5次智能的积累一直在强化一个激励机制，就是你一定要找到铁饭碗，一定要找到确定性，否则你会活不下去的。那哪里有果树，在哪儿觅食，在哪儿交配。过去是容易找到确定性，在今天这个世界是高度变化的，没有任何谋生方式是有确定性的。要学会用概率去认识世界，接受不确定，与不确定共存我在上一期视频里面就是讲这个的。只有你接受了这个现实，你才能不焦虑。你越是渴望1就是1，2就是2，你期待有一个逻辑清晰、导出的结果清晰的世界，你会把自己逼疯的。那当前版本的核心能力不是找到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不确定性当中，你也要保持行动的能力，小步快跑的试错，走出自己的路。以上呢是 bug，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用法。第一个是你要强化学习，要奖励自己过程当中的每一步，而不是结果赢了还是输了。考多少分，赚多少钱，这些都无法归因，也不会让你进步，只会让你建立不切实际的期待感。当你碰壁之后，就会转化为失落感、抑郁、躺平。所以过程的含金量要远超结果，一定要记得过程是鸡，结果是蛋。第二呢，就是谋定而后动，知之而有得。先模拟再行动，重大的决策这算账一定要在前头，好处大坏处大，是不是划算，这个要传承下来。第三个就是好奇心，保持好奇心，探索多学科的知识，这个碎片越多，你的创造力就越足，因为你素材多嘛。未来生产力是超级过剩的年代，大部分人未来都要在精神生活里面去创造产品，来换取你的生存物资。你保持好奇心，这是生命线，对吧？保持好奇心的前提就是你要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对当前的路不白走都有意义，就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一样。第四个就是要心灵模拟欲要取之必先予之，欲要予之，你必须要看透他人的需求、动机还有意图。那刻意锻炼这项能力，你就拥有了杠杆的能力，对吧？得道多助，不用多讲。第五个是要攒点钱，预想未来。那及时行乐呢，是在用你的身体来做容器，去储备能量。这是没有储物袋、死亡常在的情形下，满足欲望这种迫切感是很实际的。马上要吃饱，要交配，要繁衍。明天和死神哪个先来都不好说。今天不一样了，要明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你的命还很长。
那粮食充裕的时候呢，要为末日囤积物资的。要对抗这种本能，就需要模拟想象未来的困境。第6件事情是要用语言来雕刻你的思想。复杂的思维人是想不明白的。当你未曾说出的混沌感受是一团雾气，你很难想得通。但是你会发现，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很容易讲得出，你写作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写得出。这就是语言和文字的力量。所以不要干想，要写，要说。思想编辑文字，文字反过来编辑你的思想，就是你未曾说出的思想都是混沌的感受和幻觉。一定要用文字记录自己。又说到上一期视频的内容了。质子是要告诉你，要屏蔽杂音，制造盲区，只盯着对你有用的东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了。宽心是吧？我们体内积累了5亿年的代码，有些过时了，它困着我们；有些是超能力正在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是唯一一代拥有自定义自己习惯或者我们可以按照需求来安装技能的能力。要接纳自己的遗留问题，然后明白我们的一生只有一个课题，就是重新创造自己，这样你活得才会更高兴。这就是本篇想分享给你的事情。好，就这么多吧，拜拜。等会儿在这里插播一句，往后的视频可能要短一些了。好，就这样，拜拜。